递回呢是一种很特别的函式哦。这个函式呢不只能够被呼叫哦，它也能被自身呼叫于其中。如果说这一个函式呢，它是由自身所定义啊，或者是被呼叫，通常我们就可以称为说它是一个递回。那在程式语言里面啊，这个递回它至少要满足2个条件哦，才被称为递回啊。第一个，它是一个可以反复执行的递回过程，以及一个可以跳出执行过程的出口啊，它至少要满足这2个条件，我们才会把它称作为递回。这边呢，我们来去看一个这个简单的阶层计算哦。什么是阶层哦？阶层计算基本上是，例如说你给定一个值哦是5啊，那5的阶层就是5乘4乘3乘2乘1啊，结果就出来了。好，那照我们刚刚这讲法，通常来讲我们会用回圈的方式去做这个计算哦，基本上这样讲是没有错的。不过我们现在不要用回圈了，我们用递回的方式下去做设计。好，那这个递回的设计呢，本身它需要去做一个制定函数。好，那这制定函数呢，我们先把它命名为这个function one。并且提供一个引数啊，这个被流值啊，作为我们这个输入。好，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会去 define 我们的function one，括号里面把被流值给带进去。在这个制定函数里面啊，我们现在会有一个，因为它会有一个出口，所以当我们的这个 value 值啊，这个输入值为0的时候，它就要回传1。除此之外，它会有一个任务哦，它会有任务，它的任务是什么？它要把它的 value 值去乘上另外一个值啊，这个值从哪里来？这个值现在不存在这个值呢来自于它自己本身，然后呢，它不可以把目前的倍率值给丢进去它必须把自己的倍率值去减1，也就是说5乘上丢进去会变成它乘上4，所以下一次再丢的话变成乘上3变成2乘1，乘上0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乘上0的时候它不可以回传0我在这里是回传0，为什么不回传0？因为任何数乘以0都会是0在这里我们当它输入值收到为0的时候，它就回乘1所以它真正计算，如果说照我们刚才讲法，5乘4乘3乘2乘1的话，它最后一个应该会再乘一次1因为它最后丢进去的那个会是0嘛，然后0它就回传为1。好，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是设计一个入口函式也是一样把叫做 NIN。接下来呢，我们就试着把这个5阶丢进去丢到这个function one里面，看它是不是真的可以帮我去做到5乘4乘3乘2乘1再乘1。好，然后把这个结果给它印出来。好，我们就直接在电脑上面直接操作接下来我们直接来新增一份文件这个文件呢就直接把它叫做 es15.py。好，那我们现在要去做阶层计算这个阶层计算里面呢，我们就来定义一个这个 function one。那这个 function one 里面呢，需要带一个引数这个引数呢就叫 value。好，那在这个方法里面呢，它主要做的任务就是它要去回传一个这个数值它的数值基本上就是让我们的 value 值去乘以另外一个数这另外的数从哪里来？就是它自己本身来的从它自己本身，因为它自己本身需要带一个 value 值所以我们就把 value 值给它。好，这个时候呢不能单纯只写 value 值为什么？因为这时候呢，如果假设你输入的值一开始是5，这时候就让它去 return 5乘5乘5乘5一直不断乘下去在这个地方通常可能会做递增或者是说递减或者是去做某些运算。在这里呢，我们是让它去做减1减1的效果就是说，它的这个5进来之后，它会乘以把它的这个5减1再把4的这个结果丢给它。接下来它就会去 return 4乘上下一个结果不断的往下走，就变成5乘4乘3乘2乘1再乘以0，然后接下来继续再往下走，变成乘以负1乘以负2乘以负3乘以负4。好，在这里面有发现一件事情在乘法里面呢，任何数乘以0的话最后的结果一定会为0一定会为0。所以这里我们通常在它的倍率值不可以碰到0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下一个判断是我们的这个倍率值，如果当它小于等于0的时候当它发生这个状况的时候呢，我们就让它回传什么东西？我们就让它 return 为1这个地方要注意不是 return 0为什么不要 return 0？因为 return 的结果会跑去哪里？ return 的结果呢会从这个地方出来你会造成让这个 value 值乘以0这个 value 值乘以0的话，通常预期结果就是最终结果会是为0。好，所以这个地方我先把它分开一点点分开一点点。好，所以基本上我们现在这个递回的这个方法大致上完成了。接下来我们要写一下我们的这个入口函式NIN。好，在这里面呢，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直接把这个阶层给印出来所以呢，我们用这个格式化字串，我们这个假设我们要计算5阶。好，那5阶呢，它会等于什么东西它就会等于我们这个function one然后把5给带进去。好，所以这个5带进去之后呢，它会从这里进来。那5有没有小于等于0没有，所以这段程式码不会发生。然后接下来它就把5乘以另外一个循环这循环里面呢，它基本上是把它倍率值减1，所以变成4。
所以它这个4会从这边进来，这时候它也是在看一下我们4有没有小于等于0，如果没有的话，它会把4再乘以下一个循环，一直不断的去做递回啊，不断去做递回，递回到最后呢，一定会发生你的这个值哦，相减下去之后，它会等于0啊，或者是它会小于等于0。好，当它这个时候发生的时候，我们就直接让它退出来了。好，我会有一个退出的方法，就是 return 1。好，当它 return 1的时候，它的 return 1的结果就会从这里出来，它就让这个1乘以它上一个 value 值再 return 出去，所以它就不断从1乘2乘3乘4乘5不断的退出来，退到什么地方？退到这个地方，全部退无可退啊！从这边出来了之后呢，你就会看得到这个结果，我就看到这个结果。好，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不要忘记哦，我们这个指示码最后一段一定要把入口打上去，来执行一下。好，所以呢，5阶层是多少啊？5阶层基本上就是1乘2乘3乘4乘5后，刚好就是120啊，刚好就是120。好，这个练习啊，基本上要稍微练一下哦。这个算是比较简单的案例。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个，下一个就稍微比较复杂一点点，不过概念上基本上没有变太多哈。接下来呢，这个是费氏数列。什么是费氏数列？它基本上就是说它的数它的边跟它的边合计为下一个值。例如说这里面有一个1。好，那这两个1呢合并出来之后呢，它产生了另外一个方块，它基本上就为2。好，那这个2呢，如果它跟它原本的这个1的这个边去做加总的话，会得到3。好，然后呢，这个3加1加1得到5。好，然后这5加8得到13。好，当然这个13你可以把它看成是3加2加8或3加1加1，再加8得到这个13，这就是费氏数列。费氏数列它基本上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当你的 f 为0的时候，它的结果为0；f 为1的时候，结果为1。当你的 f 为 n 的时候，它的公式就有了就是 f 的 n 减1加上你的 n 减2。它有一个大前提，你的 n 必须大于等于2它这个条件才会成立。所以你的 n 值呢会得到什么东西？基本上呢，你如果照这个数列下去排，一开始为0，接下来是1，再是1，再是2、3、5、8、13、2、1、3、4、5、5、8、9、144，以此类推它就是我们这个方块1、1、2、3、5、8、13下一个是多少？就是13加8，13加8是得到多少？就得到21。好，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用递回的方式把费氏数列给做出来。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例这个案例呢，就是我们来设计一个这个function two里面也是一样，要有一个 value 值。好，在这里面的判断就变成说，它要去判断，当你的 value 值被递减为0的时候它要去做什么事情？当它递减为1的时候要去做什么事情？当它递减为2的时候做什么事情？接下来除此之外，就直接带入我们这个费氏数列的公式，直接下去做计算。好，我们直接在电脑上面直接操作这里呢，我们就直接来新增一个新的es16.py。好，然后在这里呢，我们就直接定义我们这个function two。这个function two呢，基本上我们是来去求我们这个费氏数列。好，那里面呢也是一样，它会有一个因素叫做 value 值。好，在这里面它主要做的事情呢，就是我们要去 return 一个结果，就是我们这个function two fun2。它的公式呢，就是让我们这个 value 值，然后减掉1。然后再加上另外一个function two 的 value 值减掉2。这就是我们的公式。可是这个公式它在计算的过程中一定会产生一些小问题就是说，如果它出现这个 value 值送进去之后呢，出现0或者出现1或者出现2的时候，应该怎么去做处理好，所以这里面我们就直接补在前面如果当我们的这个 value 值刚好等于0不要忘记等于0不是一个等于，是两个等于为什么？一个等于呢指的是指派两个等于呢是做判断。好，所以当我们的 value 值为0的时候，我们就让它 return 我们就 return 结果为0。好，那如果我们的这个 value 值呢，它的结果是1的话如果它结果是1的话，那我们应该 return 什么？我们就 return 为1。好，那如果说我们的 value 值如果等于2的话，在我们这费氏数列里面0为01跟2为1。好，所以我们这里就是 return 什么东西？就 return 为1。基本上我们的费氏数列的递回就完成了，就这样子它很单纯就这样子。好，所以剩下呢，通常我们就可以很快的建一个这个入口让它去 call 我们的这个function two。好，那这个function two这个时候你就要看你要求，例如说你要求第几个？假设说你要求到我们这个费氏数列的第5组假设你要求到第5组。好，
我们就把它印出来哈，这里就用 print。好，这 print 里面呢，我们使用格式化字串，然后这格式化字串呢里面带上我们的大括号，然后把我们要运算的东西放在这里面，好，function to，好，然后呢把5放进去。这个时候呢，它进来之后呢，它就先看一下这个5有没有等于0啊，有没有等于1，有没有等于2。如果没有的话，它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它的5减1加上5减2丢下去做运算，把这两个回传之后的结果哦，再去这个做运算，直到它完成所有的运算之后，它就可以把这个结果给吐出来。好，我们来看一下哦，程式码最后面啊，不要忘记补上我们的这个入口处 NAIN。好，然后执行。这个5刚好是5哈，5刚好是5，所以看不出来。来，我们这个往后走一点点哈，把它改成6、7好了，改成7好了，来执行一下。好，如果费氏数列的第7组的话，它得到是13，好，第7组得到是13，那它是不是真的13？来，我们回到讲义上看一下哦。好，0、1、2、3、4、5、6、7，好，确定好，第7组是13。啊，如果是下一个呢？下一个是21跟34，好，来，我们再回到我们程式码看一下，7、8、9，这第9个，好，那也是这样，存档之后执行。如果是费氏数列的第9号的话，第9个顺位的话，它所排列出来的话应该是34，啊，它计算出来应该是34。来，回到讲义看一下，哦，确实啦，哈，在这个位置上确实是34，好，这就是费氏数列透过递回的这个方式啊下去做计算。好，那我们这个单元呢，就先讲到这个地方。